It's burning my foot. 一条牛角鱼的鱼刺可以轻易的将鞋底刺穿，还被踩了一脚，居然没死。一条发狂的尖嘴鱼见人就咬，在刚退潮的浅滩上，随手就能抓住一条石斑鱼，潜入海底享受被鱼群包围的感觉，还能跟鲨鱼同游。欢迎再次收看荒岛度假节目，又是那座熟悉的荒岛。杰克独自一人带着那条吃货小狗，刚上岛的他们就已经抑制不住内心的狂野，在沙滩上狂奔，突然摔了个狗吃屎，也改不了狂野的身体，继续狂奔。今天的游戏任务是用弓箭打野，徒手抓到的鱼不可以当成食物。对于杰克来说，这个游戏任务可不简单，完成不了任务他只能吃土。吃土是小事，心爱的吃货小狗没海鲜吃才是大事。游戏开始，在一块露出水面的礁石下发现有海鲜出没，射出去的箭打了水条，3条鱼恐惧的从礁石底下逃了出去，继续寻找猎物。不想没海鲜吃的小狗在前面帮主人引路，杰克刚拉弓想要发射，海鲜发现可怕的人类后跑得飞快，发现浑浊的海水里面有大货，再次拉弓备战，大货又一溜烟的跑了。杰克快步向前追，一边追环一边射箭，电影都没杰克拍的那么精彩。最后大货又藏进了没有地方可逃的珊瑚礁里面，这下可以浑水摸鱼了。左手伸了进去，上面的洞口可以清楚的看到，他就在里面猫着，非常轻松的把鱼给抓了出来。杰克不想破坏规则，乖乖的又把鱼放了回去。行走在清澈的海水里，看着鱼跑来跑去而无计可施，没有后意的伸手去打野，可不是一件轻松的事。每一次追着鱼放箭，还真怕他踩到水里的石头鱼，以后就再也没机会看他表演了。长时间的暴晒，连一条鱼也没有打到。吃货在前面带路，杰克他们来到另一座小岛上的树荫底下躲了一会太阳。不打鱼就浑身难受的杰克又在沙滩上开始奔跑，不是换了一座岛就更容易打到鱼，这鱼比谁都精。走过红树林，来到一处远古山顶洞人住过的洞穴里寻宝。洞穴跟迷宫一样，真怕他走了进去再也出不来，还被他捡到了块恐龙时代的骨头化石。欣赏完古人住过的洞穴，浅滩上一条魔鬼鱼引起了杰克的注意，还往他的方向游了过去，发现是恐怖的人类挡住了去路，改变方向拍打着水面快速离开。3只不知道是什么种类的螃蟹在商量着大事，也被吓得一哄而散。杰克的箭法太差，一整天的时间都射不到一条鱼，又在刚退潮的浅滩上浑水摸鱼。在这一大片浅滩上什么鱼都有，还可以随便捡。路过发现一条大鱼在到处乱窜，试图谋害尖嘴鱼，被杰克吓跑了。但愤怒的尖嘴鱼以为是杰克在谋害他，还跑过去咬了下他的脚。一条扁头鱼趴在水下一动不动，以为不会被人发现，但这正是他生命结束的时候。看着刚打到的鱼才知道，今天真的不容易。杰克拿起鱼大摇大摆地行走在水里，突然右脚被什么东西给刺穿了，拿起来才看到是一条黄色的牛角鱼挂在鞋底下，坚硬的鱼角非常轻松地将鞋底刺穿，如果没有穿鞋，被刺穿的恐怕就是脚底。拔下来的牛角鱼居然没有被踩死，还非常生猛地跑开了。疼痛使杰克脱下了鞋查看有没有流血，幸好这种鱼没有毒性，要不然以后都看不到他拍视频了。离开荒岛，开着小船荡漾在碧绿的海面上，锤头鲨就在海底下带着小弟闲逛，铲鼻鲨、黄鲷鱼、魔鬼鱼，整个海底全都是他们的地盘。杰克也忍不住跳下水欣赏海底世界，被鱼群包围的感觉真爽，还引来了鲨鱼与其同游。突然间发现珊瑚礁里面的龙虾居然失手没有抓住，今天的龙虾大餐就这样没了。上到船上后，堂哥开着摩托艇突然出现，还将杰克溅得一身水，无人机就这样失控掉到了海水里，成了无人潜艇。对于杰克来说，这根本就不算事，拿着鱼枪下海打几条鱼就可以补回损失。看着全是鱼的海底，有点不知所措，鱼太多了容易失去目标，去到鱼少的地方，发现一条独自在游泳的大鱼，瞄准一枪命中，直接拉上水面。虽然这条鱼还无法补回无人机的损失，但以后大把机会。回到小船上，风浪开始变大，船摇晃得太厉害，需要开去其他地方避风。来到一处海岸边上，由于船里面的海水太多，拿起简易的抽水泵将海水先抽走，才开始将钓到的鱼在船上切块。拿起便携式燃气炉，起锅烧油，将已经切好的鱼肉放到油锅中。看着杰克坐在摇晃的船上，吃着金黄色的鱼肉。来结束这期的视频，关注我，
带你看更加精彩的世界。